我是霸总文里的白月光，出国前收了霸总他妈5000万，后来霸总找了个像我的替身，按剧情我会被他完全替代。最初我嗤之以鼻，认为男人哪有钱重要，最后男人和钱姐都要。易温纯，记住，要让苏玉爱上你，然后甩了他，侮辱他，把他一颗爱慕赤诚的心捏得稀巴烂，这样你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完成任务也就可以避免你原本的人生剧本。我在太阳下眯着眼，听着脑海里自称系统的东西在循循善诱。今天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在暑假的一次高烧后，我的脑海里就有了一个叫系统的东西。他和我说，这个世界是围绕一本书展开的，而我在里面担任重要角色。男主在大学期间的初恋白月光，男主因为我遇到了他命中注定的女主，也因为我和女主完成了一系列误会、分手、和好，他逃他追的偶像戏码。皎洁美好的白月光回国后，发现曾经深爱自己的男人爱上别的女人，就化作恶毒女配来为男女主的爱情添上最后一片砖瓦，凄惨谢幕。说实话，我以为是我烧傻了，或者得了精神疾病。但在一个暑假的不断自我检测和偷摸去看心理医生后，我得出结论：我温纯一定保证完成任务。纯，到学校了吗？我妈在电话里问我。作为一个合格的白月光家庭，自然不能太差，但也不能太好，不然怎么会收霸总他妈的5000万？我家十分符合这条准则，就是爸爸妈妈太晚了。我上的大学也不是在自己家那边，这导致新生报到只有我有一个人。在剧情里，甚至没有压力的，在大3那年就和苏玉一起同居。妈妈，我到了，你放心吧，就是拿的行李有点多。没事，这里有志愿者，我等会麻烦一下他们帮我拿点。挂断电话，就来了一位学长，扛起我的行李就要帮忙搬。我看着他并没有穿志愿者的红色马甲，便想着拒绝他。毕竟白月光可是纯洁善良的，我怎么会随便接受陌生人的好意呢？从系统透露的结局来看，我包括我家人的结局都不好，可以说被掌权以后的苏玉打击得家破人亡。多大的仇啊，多大的怨啊！不久是被甩了吗？还要加一个企图破坏他的爱情，伤害他心尖尖上的替身。别呀，学妹，我就是忘记拿学校发的马甲了，你等等，我室友马上就帮我送过来了。我懒得和他纠缠，拖动另一个行李箱就准备走。毕竟从小到大搭讪我的人不少，但多少得维持我的礼貌，温温柔柔地说，不麻烦学长了，我自己可以。别，学妹，我室友就来了。他一只手按着我的行李，我微微蹙了下眉。来了，苏玉，玉哥。这里，他朝我的后方招手。我回过头，阳光依旧刺眼，白衬衫黑裤子的男生看不清容貌，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志愿者马甲。苏玉的狂拽酷炫、心狠手辣已经在系统给我传输的信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个长相清俊如同高岭之花的校草型帅哥是谁？还是只是名字同音？可是我真的好喜欢这种类型啊！学妹，你看，我真的没骗你吧？那名学长利索地将马甲套上，拿起我的2个行李就准备走。回过头发现我和他的室友还站在原地。宇哥，你先回去弄你的事情吧，我去给学妹送行李，到时候回去再谢你哈。不了，我也来帮学妹拿行李。说着，把我手里的那个电脑包拿过。还处在晕懵状态的我，红马甲学长，这点行李在2个高大男人手里就显得绰绰有余了，尤其某人就拿个电脑包。学妹加个微信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学长，我姓周，你可以叫我周哥。到达女生宿舍楼下，周学长喘着气放下一个扛在肩上的行李箱。我点点头，拿出手机，麻烦周学长了。对方咧开嘴角笑着，还挺阳光的。眼前的光被遮住，响起了清冷的声音：学妹，你的电脑包。也谢谢这位学长。他原本微抿的嘴角放松了些，矜持地点了一下头。我姓苏，而苏玉的攻势很猛烈。那天他离开后，我没多久就得知了他是男主。在我还苦恼着该怎么和他接触时，对方已经光明正大的打着共建男女友好情谊的名头来追求我，让红马甲周学长直呼太狗了。后来的他说，他一向理智克制，却从来没有想到一见钟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可是他不知道，和他恋爱是我的任务，也是我摆脱未来悲惨命运的必经之路。校草校花的恋爱在偌大的校园引起了轰动，久久未能平息，时不时会迎来打量偷看的目光，他却一点不在乎，每天打卡似的变着花样给我送早餐。我送他围巾，骗他说是我亲手织的，在他一贯平静的面孔下看到了欣喜若狂。他的爱真诚又炙热。大二那年，他用他比赛赚的奖金带我去游乐场，在盛放的烟花下我们亲吻，他正正经经却红了耳朵。我笑他怎么比我还蠢，他报复似的咬了一口。他说，温温，以后我们结婚了，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女儿来游乐场。我问为什么，他抱住我，倾下头在我耳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 kiss 的地方。我也回身抱住了他，装作懵懵懂懂。不是，我是问你怎么知道我们以后就一定会是女儿？要是儿子呢？他的绯红蔓延到脖梗，缓了一下，有些结巴，有些羞涩。儿子也可以，要是女儿就更好了。我为这样的苏玉心动，他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我也在他的爱意里一次又一次的强迫自己清醒。我知道我们没有结果，男主终究是女主的。苏玉没有和我透露过他的家世，热恋的我们好像除了爱情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一直以家境小康的身份相处，他送我的礼物也都是自己用比赛赚的钱为我买的。他不要我去兼职，我也没打算去，虽然比不上他家的巨富，但我的家境还算可以。
他一直很忙，越来越忙，每天都有教授导师给他打电话催项目进度。其实通过剧情，我知道他现在还接手自家的一个子公司。他说要为我们的以后奋斗，这样他的温温就可以每天貌美如花的做富婆了。可我就是不管，我需要他陪伴我。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在我们爱的小巢里，每天都是他风尘仆仆的回来给我准备晚饭。早上作为早八人的我还没起来，苏公子就已经在餐桌上备好了早餐。我偶尔心血来潮会在他回来之前做一顿饭，虽然能吃，但顶上他做的，他也会比平时多吃一碗，夸我比他做的好，又叮嘱下次还是让他来。他时常要工作到很晚，每天要靠咖啡提神。我像个作精，把他不知价格咖啡全扔了，换成中小学奶粉。我缠着他坐在他腿上，勾着他脖子，看他一边喝牛奶一边工作。他说温温心疼我，我好幸福。我笑了，他好傻，我靠在他胸口哭了。他很慌张，连忙放下电脑抱着我，问是不是怪他最近没有时间陪我。我摇了摇头，下一秒又点头，很矛盾。还有2个月，他妈妈就会找上我，然后拿出支票让我离开他。碰到支票的那一瞬间，我们的爱情就会化为乌有，我也会成为原著里人人厌恶的恶毒拜金女，那个为了钱甩了苏玉的黑月光。其实苏玉，我不想要那5000万的，我也不是拜金女，可系统说我拿或者不拿结局都是注定的，我只是写好的剧本里一个清醒的木偶而已。哪怕前面是个火坑，无论我避或者不避，都将会稍微灰烬。可如果我按照他们规定的轨迹扮演好我的角色，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可以不会像原著那样凄凄惨惨，我也可以活着，然后看你像宠爱我一样宠爱另一个和我长相相似的女人，你也会为她做饭，早晨起来亲吻她，会抱着她哄，甚至你们还会结婚，会有孩子。那个时候我一定会隐藏在黑暗里，在你发觉不到的地方，像个小偷一样偷偷地看着你，看着你们相爱，然后极度委屈到发狂。但你放心，这次我是清醒的，我不会再破坏你们的爱情。那天到来得很快，前一天晚上我还躺在他的怀里，他侧身抱着我，我闻着他身上好闻的味道。苏玉，如果我不辞而别，你会生气吗？他的声音很平静，也很笃定，没有问我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不会，我会把你找回来。那如果我因为钱离开你，觉得你没有钱抛弃你，要和你分手，你会生气吗？他顾着我腰的手臂收紧，温温，你不是这种人。如果是因为钱，那我挣回来给你，你不需要和我分手，懂吗？温温小姐，可是从来都不是因为钱啊！我没有回答，吻上了她的唇。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身旁已经没有了苏玉，餐桌上依旧摆着一份早餐，还额外多了一张便签。温温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我会早点回来，别乱跑。我没有理会这张便签，因为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离开的日子。我收拾得体，还化了个淡妆，去往昨天和苏玉母亲约定的咖啡厅。按照剧情走，就可以避免我回国后的结局了，是吗？这个问题我问过了无数遍。是的，你已经让苏玉爱上你了，现在只要按照剧情收了男主他母亲5000万出国，就算完成任务。但这个剧情算是个小高潮，你需要按照我们提供的台词进行。不过这对你也没什么，走完剧情你就不受剧本调控了，还获得了5000万，你和你家人也不会像原剧本那样凄惨，你可以开启自己的人生。但有一点必须强调一下哦，4年之内不能回国。这段时间是男女主相识相恋的过程，你的出现会影响剧情，所以你不能出现。我望向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象，默默地在心里应了一声。咖啡厅很高档，是那种让人带有惬意的装潢。虽然没有来过，但我还是很淡定。我的父母从小给我的富裕生活和对我倾心培养，让我不觉得自己应该在这种物件上感到自卑。里面已经被清了场，只有靠窗位置上有一名贵妇人端着一杯咖啡坐在那里。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向她问好。她保养得体的脸上勾起一抹笑意。温小姐，你知道我约你出来的目的吧？我当然知道。在豪门圈子里纵横多年的苏夫人，绝对不会傻到拿支票赶走一个家庭不如自己家的女孩。而在咖啡店的某个角落，或许就是我的正对面，有一个高清摄像头正对着我，实时播放给屏幕前的苏玉看。而苏玉早就知道苏夫人约我出来的事情，他们只是想看看我是什么人。那好，那我就不说废话了。我不恶意揣测温小姐在和我家爱恋爱的时候是冲着我们家的钱财和地位来的，至少温小姐现在也应该知道了。据我所知，你父亲是个小公司的老板，你母亲是一名大学老师，说不上多清贫，也说不上多富裕，中规中矩吧，但和我们家终究是差点。门不当户不对，我是不能接受你的。对方姿势端庄地坐着，面前的咖啡始终没有动，哪怕说着这种话，语气也是极其优雅。苏玉有时和他很像，举手投足间流露浸润多年的贵气。我始终没有说话，还没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也劝过阿玉，可这孩子从小一根筋，执着得很。他笑着，不过温小姐，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做了阿玉20几年的母亲，我更了解她，终归只是年少轻狂玩一玩而已。等到你们因为一些生活中的琐碎争执的时候，只剩下两两相厌，满地鸡毛。那个时候，温小姐可是人财两失，还白白蹉跎了青春。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推到我面前。温小姐，现在就做个决断吧。要钱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听着系统在脑海里传来的台词，我拿起桌面上的支票，瞥了一眼上面的数字，露出仿佛满意的神色，下一秒收回了自己的包里。苏夫人，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不傻，当然是选择钱了。
爱情算什么？我勾起嘴角笑，我也是看苏玉长得不错，和他恋爱有面子而已。就是他太烦了，黏糊得很，什么都要管着我，影响我不少的桃花，相处久了确实会不舒服。苏夫人放心，拿着这个钱我一定有多远滚多远。对方脸色已经不好了，监控后面的苏玉可能会疯。苏玉他妈的目的达到了，不想浪费时间在我身上。起身要走的时候，我叫住了他。苏夫人，需要我和苏玉当面分手吗？当面羞辱他，告诉他我甩了他，让他死心，这样他绝对不会再来找我。不然这钱我拿着不安心啊！这是系统给我的最后一句台词。对方难得恼羞成怒，不用了，你有多远滚多远，马上消失在阿玉的生命里，不要再来打扰他。我望向窗外的梧桐树，好，我消失在他的生命里。麻烦苏夫人帮我转告他，伤害自己的人就别等了，和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好好生活，琴瑟永谐。这是我想对他说的。苏夫人回头看了一眼，眼里透着轻蔑，你不配。冲上云霄的那片刻失重感让我有些恍惚。机票在苏夫人约我的那天就已经订好了，上午拿着支票，下午就到了机场，连东西都只收拾了一个行李箱。我的离开是注定的，或许当初和他的相遇相爱也注定是为了离开。候机的时候收到了苏玉的语音，我听了，他的声音有些嘶哑颓废，很好听。他说，温蠢，你马上回来，我给你机会。他说，我不在乎你说的，只要你回来，你想要的我都给你。后面还有一连串的语音，越来越长。我没有继续听，删除好友。好卑微啊，我的苏玉，再见了，我的爱人苏玉。我出国这件事，我通知了爸爸妈妈。原本家里就有让我出国的打算，他们只是觉得有点突然。爸爸定期发一笔出国的费用给我，所以在国外的1年后，我就把5000万退回了那个账户。这5000万对于苏家来说可能不够看，在某个账户里突然出现几千万，可能都溅不起什么水花。或许苏夫人会发觉，但也不会说什么，只是这样我会觉得舒服一点。当初的爱也会纯粹一分，虽然这只是我自欺欺人。初到国外的时候，接到了一些关于苏玉的电话，尤其是周学长，他要我回国，说苏玉状态不对，说他快疯了，可我不能回去，甚至不能和他们说为什么不能回去。我没有删掉他们，也没有拉黑，从他们的话语里窥探苏玉的生活。渐渐的，他们也没有了来信，我和苏玉彻彻底底在彼此的世界里消失了。知道剧情的我联系着千里之遥的彼此。这个时候，苏玉已经遇到了女主了吧？这个时候，苏玉已经对女主改观了吧？这个时候，苏玉已经让女主进入她的生活，带她去见我们曾经的朋友了吧？苏玉，你看，其实我也很可怜的。我也想像系统说的那样，开启新的生活。在国外的第3年，我从学校毕业，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开始发光发热，身边不乏追求者，只是都感觉差一点意思。有时也会自厌的想，苏玉现在不知道和女主多么的爱你来我往呢，我干嘛要装模作样的对她铮铮不语？在法学系学长3年的追求下，我答应了做他的女友。他是个中法混血，帅气迷人，和我有很多共同话题，身上还带有法国人特有的浪漫。这段恋爱的有效期为1个星期，他有些难过，我很愧疚。或许一开始只是我为了证明自己也可以开启新生活的伪证。他很尊重我，在开放的国外这1个星期连亲吻都没有发生。他说他懂中国人的含蓄矜持，也知道当初我答应他的追求也许是被他烦得太久了，他为此感到抱歉。他说他愿意等我真正爱上他。这段小插曲过后，生活又归于平静。爸爸妈妈依旧有些忙，只有妈妈每年会出国看望我一段时间，但想到他们都健健康康的，也不会走上原著的结局，我也不奢求什么。但开了每个月越来越多的生活费时，有些哭笑不得。我也和他们说了，现在不需要给我发钱，我的工资很丰厚，足够我在国外舒服的生活了，但账户里每月都会出现一大笔金额。爸爸乐呵呵地说让我随便花，他说挣钱就是为了让我和妈妈过上更好的生活。64年的时间说不上难熬，而久违的机械声在耳边响起时，就像滴入热油里的一滴水，惊得心沸腾。温蠢，男女主已经走完主要剧情，你可以选择是否回国。可以回国了，可我应该回国吗？他们已经走完主要剧情了，那我还回去有什么意义？我似乎没有以前那样渴望了。现在苏玉应该已经忘记我了吧？可真的有点不甘心呢。回去也不是没有风险。系统曾说过，我完成任务就可以不被强制走剧情里面的结局，但这仅仅是让我这个白月光女配拥有自己的意识，避免像原著里那样去作死招惹女主男主，不破坏他们的爱情，我就不会遭到苏玉的报复。现在我不会去做恶毒白月光的事，可我的出现能够保证不会激起苏玉的情绪吗？我不知道。他在监控外看着我一字一句说着那样伤人的话，应该对我恨意入骨了吧？所以我真的要凭借着对苏玉的爱意去冒险吗？把我的性命和爸爸妈妈的晚年当成赌注？我无疑是还爱着苏玉的，但权衡利弊下，我决定放弃回国。一切计划都赶不上变化，我收到了一通意想不到的电话。苏夫人。犹豫了几秒才接通，这几秒我脑子里闪过很多想法。5000万的事？不，这点钱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还是他发现苏玉新谈的女友和我长得像，以为是我，认为我欺骗了他？也不是，苏夫人应该不会这么弱智。温小姐，你还记得我吗？她的声音依旧如4年前那般，只是略有点中气不足。记得的苏夫人，当年苏夫人给了我5000万，让我离开你儿子。
不过都过去4年了，我也按照您的要求和苏玉分了手，一直都没出现在他面前。不知道苏夫人找我有什么事？对方一直没有开口，我便先发制人。苏夫人不会认为我没有信守承诺吧？不，温温，阿姨是信你的。我之前账户里收到5000万，应该是温温你发过来的吧？这么多年是阿姨错怪你了，阿姨很愧疚。要不要回国？阿姨不阻碍你和阿玉在一起了。我满头问号，这苏夫人是被人夺舍了吗？之前端着贵妇人的身份拽得上了天一口一个苏小姐，现在还叫我温温了。我又萌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难道这是剧情的拨乱反正？叫我回去，然后再通过某些剧情让我又被苏玉报复。想到这种可能，莫名的有些委屈心酸。苏夫人不必了，那5000万我已经还回去了，我们俩不相欠。这4年我在国外生活的挺好的，暂时没有回去的打算。如果您没事，我就先挂了，我要找地方哭一下。别，温温，当年真的是阿姨错了，阿姨现在才发现你和阿玉真的很配，郎才女貌，天作之合。比那个姓陈的女人好多了。听到这句话，我算是知道了他来找我的目的，内心冷笑一声。夫人是想要我回去逼走苏玉现在的女友。对方有些尴尬，但仍义正辞严的：温温，她不是阿玉的女友，你相信阿姨，你回来看一看就知道了。见我依旧没有回来的打算，他抛出一记重磅炸弹：温温，如果你愿意回来，阿姨给你我名下1/3的股份当做聘礼。苏夫人，我以前和现在对这些不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没有想法，也不打算掺和到事情里去。如果你真的为此感到烦恼，或许用当年劝我走的方法对陈小姐依旧可行。就这样吧，苏夫人，我等会还要上班，不打扰了。我率先挂断了电话。知道剧情的我猜测他为什么会这么急着来找我这个曾经花钱打发的人。苏玉在这2年成长迅速，已经接手了苏氏。苏夫人虽然是他妈，但作为一个只有点股份的富太太，是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去反对他的。而苏玉又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自然是苏夫人越不想要他和女主在一起，他就越想反着来。尤其这个女主还和他曾经的初恋有6分相似。剧情里也提及了苏玉在后期对这位陈小姐的在意，堪称养在了金丝笼里。别说有机会让苏夫人甩支票，连见一面都难。总而言之，4年前的苏玉对我的离开有多无力，现在的苏玉对反对他的人或事就有多强势。他想要证明他不再是4年前的那个苏玉，可这依旧没有打动我不想回去的决心。尴尬的是，在那通电话的1个星期后，我最终还是回国了。妈妈车祸受了伤，并不是很严重，但剧情里面没有提及，我有一点惶惶不安。74年的时间，日新月异，我捧着一杯生椰拿铁，在机场的咖啡店里等待爸爸的助理。透过咖啡店的玻璃，我看见不远处的吸烟区角落，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背影。他高大的身躯慵懒地站着，一只手插都隐匿在西装裤下，另一只手夹了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露出来的手修长，骨节分明，莫名的神秘迷人。周围好多目光都望向他，我只觉得他的那只手，那个身形很像苏玉，但应该不是。我摇了摇头，收回目光。苏玉的气质不是这样的，他是那种风光霁月、温润如玉的青春少年。他也是我的白月光。没过多久，一个助理一样的男子提着包上前和他说话，他慢条斯理地熄灭手里的香烟，在走的那一瞬间回过头来，我对上了他漆黑的眼眸。苏玉。我预料到回国之后我会再次遇上苏玉，也设想过很多再次相见的场景，无论是他怒气冲冲地跑上来质问，还是言语刻薄的讽刺，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的见到他，也没有预料到他的眼神里什么都没有，古井无波，就像是对那些望向他的陌生人，下一瞬就转过了头。再见到他是半个月后，在医院。这次回国很突然，也没有预计什么时候再出国，车祸发生得很突然，妈妈右腿骨折，在医院治疗了大半个月，今天是出院的日子。前些天他们和我说不希望我以后定居在国外。爸爸的生意越做越大，虽然比不上苏氏这种百年企业，但也不是苏玉说破产就破产的了。他来出国之前和他说好好努力，他放在心上了。公司从之前的城市扩展到了这座更大的城市，房子也定居在了这里。这是我想的，也不是我所想的，但似乎这一切丝丝缕缕都和原剧情更靠近了。我推着妈妈走出病房，抬眼就瞧见了前面的苏玉。想来也不奇怪，这个医院是最好的私立医院，名医众多，每个都是单独一间病房，接待的都是非富即贵的病人。而苏氏就是这里最大的股东，他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差距大到那天我都觉得他不是苏玉。记忆里乖顺地散落在额头的一部分碎发，利落地梳到了脑后，露出了光洁的额头，面容没有太多变化，只是深邃沉稳了许多。那双眼睛望过来的时候透着冰冷。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我看了她一眼，那张和我6分像的相貌是女主陈英了。她像个小女人一样乖巧地站在他旁边，抬眼望向他时都是满满的崇拜。这个狗血的剧本里，她是一个问丝花般的女人，学历不高，能力也不出众，除了一张有些出色的脸和我6分相似，成为机遇。在为重病的母亲筹集昂贵的医药费时遇到了苏玉，苏玉出钱要她做我的替身。她在苏玉身边时爱上了他，却痛苦地深知自己只是个替身。一开始逆来顺受的他，在同样面对苏夫人出钱打发的一系列操作下，表现出了贫贱不能移，我是坚韧小白花的高尚品德，与我这个拿了钱就跑的白月光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苏玉开始对他改观。而后再加上我和一些炮灰对他们爱情的考验，从而深爱。看到他们的一瞬间，血液沸腾。
挺尴尬的。哪怕苏玉不爱我了，哪怕我不甘心，这次我不想做他们爱情的踏脚石了。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不打招呼直接混过去的时候，爸爸从后边的病房拿东西冒出来。苏总，他拿着妈妈的包走上前去打招呼，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甚至还招呼我过去认识认识。总，幸会。苏玉皱了一下眉，似乎在想我爸叫什么，是哪个地方冒出来的小老板。死活不过去，似乎有点刻意，反而会引起爸妈起疑。当年我只和他们说过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但一点没和他们说那个男朋友就是他们面前的苏玉。只是短短几步路，我走得举步维艰。纯，这是苏氏的总裁苏玉，苏先生。苏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温纯，前不久才从国外回来。感觉苏玉冷漠的眼神在我身上扫射，半晌才听到他缓缓道：“温纯小姐，你好。”我强制镇定：“苏先生，幸会。”他旁边的陈英似乎有些焦急地捏着他的西装袖口扯了扯。我想起陈英的妈妈好像就被苏玉安排在了这个医院，她这次应该是为了陪女主来看望。好在老爸没有继续攀谈的打算，那就不打扰苏总和苏总的，你有了。对方用抿着嘴眉间细微的轻皱，点了点头。我熟悉他这副表情，应该是有点生气了。是生气我们打扰他陪女友看望未来岳母。我有一点点伤心，但也只有一点点。回家的路上，爸爸还热络地和我说着苏玉，纯啊，别看这个苏总和你大不了多少，但他真的是爸爸很赞赏的一个后生。妈妈横了他一眼，你不会是想把我们女儿当联姻工具吧？温思维，你可别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家里的钱已经用不完了，不需要靠你来，我女儿找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害怕这种想法的我松了一口气，撒娇似的抱着妈妈。妈妈，你真好。老爸连忙摆手，哪有，人家那种肯定是要找门当户对的，那豪门水多深，我怎么会拿女儿的婚姻开玩笑？妈妈哼了一声，消气。只是我格外欣赏这位小苏总，年纪轻轻就掌了权，雷厉风行，决策果断又面面俱到，前途不可估量了。人家还要你欣赏啊，人家家里不知道富了多少代了。妈妈开着玩笑。老爸在家就是个团妻，妈妈损他也乐呵呵的，作为他的小棉袄也得替他说句话。爸爸白手起家也很厉害的好不好？他欣慰的两眼泪汪汪。对了，老温，你有没有感觉刚才那个苏总旁边的女孩和我们家纯有点像啊？是有点，没太注意。妈妈又横了他一眼，他又补充一句，还是我们家纯更胜一筹。这话说的没错，那个女孩子也只有相貌有一点点相似。好了，今天父女互吹互动达成。爸，我不知道苏夫人哪里得知的我回国的消息，把我堵在了美容院里。她亲亲热热地挽着我的手，带我去了她的 VIP 休息室，脸上的笑格外慈祥，看得我起了鸡皮疙瘩。温，见过阿玉了吗？我礼貌点头，顺便撒了个小谎，在医院见过。苏夫人，我这次回国是因为我妈妈出了个小车祸，现在好的差不多了，我过一阵子就会走。她温声细语。温，你出国这么多年，还是多陪陪爸爸妈妈的好。出国的事不急，你爸爸妈妈这么些年一定想你。我在心里白眼翻到了后脑勺，表面上礼貌地说会考虑。他见我这么说，舒展了不少。温也见过那个女人了吧？那个女人看起来苏玉他妈对陈英很不喜啊，但内心没有多大的波动，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这个问题有点尴尬。那天在医院，苏先生旁边陪着陈小姐，苏夫人安慰地拍了拍我的手。温，你相信阿姨，阿玉最爱的是你，不然也不会找个和你这么像的。那个陈英就是个替身，苏玉那个臭小子专门找来气我的。如果你要想和阿玉在一起，他争不过你的。一股小家子气，家境不行就算了，学历也不行，做事迷迷糊糊没教养，说他就只会掉眼泪。苏玉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护他护得紧，除了让他来气我，平时都见不到人。阿姨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不然早就叫他滚了。上次好不容易见到他，让他拿钱走人，还一副假清高的样。说实话，阿姨还是喜欢你这种直接的，只要你想，阿姨也会帮你。温，阿姨还是希望最后的儿媳妇是你。他的话意味深长。苏夫人的这一顿输出着实有些猛烈，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虽然为自己是剧本里的恶毒拜金白月光感到委屈，为和苏玉的爱不能从一而终感到遗憾，但我不得不相信命运就是注定的。我是理智的，我不是恋爱脑。权衡利弊以后，决定不再参与后面的剧情，这样就可以避免再一次的煎熬，避免有可能出现的悲惨结局。我没有绝对的安全感，奈何突发横枝，不得不回国。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始终对苏玉抱有一丝希冀。我真的好爱她，爱4年前的一切，她的温柔，她的宠溺，亲吻时的害羞和爬上耳间的红晕。但就是因为那一眼机场上的回眸，让我知道了他已经不是曾经那个爱我的人。4年改变了很多，他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魅力。可终究，不好意思阿姨，我不清楚苏先生对陈小姐的感情，但我不愿意去介入叨扰，也不喜欢和别的女人争抢男人。我对爱情的要求很高，当年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大家都可以开启一段新生活。砰！休息室的门被踹开，苏玉冷着脸站在门口，高大的身躯显得很有压迫感。我和苏夫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但她直直望着我，说不清眼神是什么意味，看得我毛毛的。妈，陈英过几天要陪我参加晚宴，她第一次来这里不太熟悉，你给她安排一下。陈英从苏玉后面走出，穿着白裙子，怯怯地望着苏夫人，似乎是天生的仇敌。苏夫人看见陈英反应过来，朝着苏玉转身离开的背影喊着怒气道：苏玉，你是想气死我吗？
带着这么一个女人去参加我们苏氏的年会，奈何苏玉腿长，已经走远了。陈英泪眼盈盈，有些纠结地攥着裙摆朝我们走过来。阿姨，您不要怪阿玉，她就是脾气不好，我不想因为我引起你们母子之间的矛盾。我知道阿姨现在还不满意我，也知道我的家庭有点差，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最近已经在学东西了，阿姨，我以后会努力当好阿玉的贤内助的。听着这话，别说苏夫人了，我都有点不舒服了，怎么有点茶？不过苏玉脾气不好吗？我记得她脾气挺好的呀。当初恋爱的时候，性格跟个小奶狗一样，除了黏糊一点，管得多一点，没什么毛病了。我垂下眼眸，有些落寞。哎，看来4年真的改变了很多。果然，苏夫人已经要气炸了，还要维持着贵妇形象，真的很不容易。只见她冷笑一声：“我是他妈，我会不知道她的脾气怎么样呢？用得着你说？还有，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同意你进我家门。谁给你的脸面说要做我家阿玉的贤内助？你不清楚你什么身份吗？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儿媳妇只有温纯。关我什么事？”想等苏玉走远点再走的我莫名躺枪。陈英望向我，正好我们今天都穿的白裙子，气氛尴尬的我只想逃离这里。苏夫人怕是知道我的意图，握住了我的手。温温名校毕业，出国留学，相貌出众，家里蒸蒸日上，还和阿玉是彼此的初恋，这才是我心中的儿媳妇，和阿玉才是相配。这次晚宴我也邀请了温温一同出席，她望着我，眼里无尽的满意，和4年前天差地别。我想可能是有了对比吧，又或者刺激陈英。我不想去猜，也不想参与这场苏玉的争夺赛，我只想告辞。可是阿姨，阿玉和我说他们已经是过去式了呀，现在和他相爱的是我。听到这3个字，心头一颤。行呗，我是过去式，那过去式就不参与了。我已太久不回去，爸爸妈妈会担心的拙劣理由离开了这里。走之前还听见苏夫人回复陈英：“你确定他真的爱你吗？真的爱吗？爱不爱又关我什么事？”从此姐就是路人了。出了美容院，站在街边想着等会再去商场买点衣服。这次回来的匆忙，很多东西都是以前的了，顺便放松心情。这家美容院在偏远郊区的地段，胜在环境优美，来往的老顾客都是私家车或者专门家里有司机接送。我等了半天也没有等来一辆车，就在我准备滴滴一辆的时候，一辆漆黑的大 G 停在了我面前。上车，车窗下滑一半，是苏玉。本能的想拒绝，尤其对方还是前男友，他现在也有陈英这个现女友，我是懂避嫌的。不了，苏先生，你先走吧。对方没有说话，就把车子停在我面前。从车窗口往里面看过去，某人直视前方的侧脸越来越冷峻，隐隐散发着低气压，似乎我不上车他不走的架势。我叹了口气，行吧，上车就上车，又不会少块肉。顺便说清楚当年的事，谁叫我理亏呢？犹豫了1秒，坐副驾驶还是后座，考虑到有陈英的存在，果断地打开了后座的车门。说实话，我还没有坐过苏玉的车，大学时代的我最多的是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是前面没有位置吗？低沉的声音在略有些昏暗密闭的车内响起，含着一丝丝怒意灌入耳内。我关上后座的车门，坐到了副驾驶，系好安全带后，车辆起步，车内一片寂静，仿佛某人是真的单纯的送我回家。我受不了这狭小空间里压抑的气氛，尤其是旁边那位还在持续释放低气压，按下车窗，开启了一点点缝隙，让风吹进来，清醒一下大脑。我轻咳一声，对不起啊，我欠他一句道歉，毕竟当年他确实是实打实的受害者，虽然我无可奈何，但他也什么都没做错。在我们最相爱的时候，是我选择抽身离开，还向他表演了一副拜金恶毒的面孔。他应该会觉得我玷污了他的付出和爱情吧。空气中又是一段静默，良久，耳边响起他的声音，语气很是平静严肃。温纯，你觉得我缺的是你的道歉吗？我不解。他重申，我需要的不是你的一句对不起，那你要什么？我的性命，看我们一家凄凄惨惨。不是吧，我这次回来可没招你惹你。我红了眼眶，是真话也是赌气。我除了一句道歉，没什么能给你的了。他现在掌了权，有钱有势，身边还有个心心念念爱他，时刻做好准备成为贤内助的陈英，而我除了我爸那个他看不上的公司，什么都没有。车内又陷入寂静，直到到了红绿灯下，前面还有一溜烟的车子等待。他转过头看向我 ，Alice Ansel， 他说英语很标准，纯正的伦敦腔，配上他的嗓音，让我迷茫1秒，他在说什么。Alice Ansel， 爱丽丝·安塞尔，我的那个1星期前男友。温纯，你好样的！我还在惊讶他怎么会知道我的那个前男友，就听见他这句异样语气的夸赞。想着他知道了这件事时，心里泛起一丝丝羞愧，但下一秒就被自己压了下去，顺便谴责自己怎么会对他产生这么强烈的道德感。他不也在国内和陈英虐恋情深吗？他转回头，直视前方缓慢行驶的车辆，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想说的？谢谢你夸我好样的。苏玉明显被我气到了，很奇怪，过了4年，我依旧能准确判断他的情绪，也有可能是他表现得太明显，唇紧紧地抿着，却得不往我这边看一眼，有点幼稚。下周日记得参加苏氏晚宴，到了我家楼下留下这句话，他就气冲冲地开动车子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他面无表情地开着车子会是气冲冲，很奇怪。
使我是绝技没想去参加什么苏氏晚宴的。虽然苏玉和苏夫人都和我说了一遍，但我不想没事找事。苏夫人是想拿我打击陈英，苏玉我还没想到她有什么目的，让我看着她对陈英的宠爱，然后气我。不管怎样，不去参加总是上选。纯纯啊，你妈妈腿伤了，这周日陪爸爸去参加一个晚宴。妈妈帮你定制的礼服放在你房间里了，记得试一试，不合适再改改。我能不去吗？我做垂死挣扎。为什么呢？一个在家无所事事的米虫，看着爸妈投来的疑惑目光，无奈认命。此刻只想回到工作岗位，兢兢业业，不问世事。11我挽着爸爸入场的时候，宴会还没开始。苏氏很重视这场晚宴，苏氏成立的100周年，尤其作为龙头企业，场地布置得格外豪华，场地外还围了一堆没有入场券的记者狗仔。周围觥筹交错，我和爸爸乐得清闲地参观场地，品尝美食，给了我们入场资格，不来白不来。请问是温小姐吗？一个侍者上前，我点了点头。您有位朋友想请您去聊聊天。他微微躬身，做出了邀请的姿势。我不知道是谁，不好拒绝。看向爸爸，他似乎没想到我在这里还认识了朋友，摆了摆手让我去玩，转身就和认识的几个公司老总聊天去了。感情刚才是为了陪我，一路上心情有点坎坷，我不知道是苏夫人还是陈英。侍者将我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卧房，看过狗血剧情，熟读中二小说，知道这个世界是围绕一本狗血言情霸总小说展开的我，不安的心达到了顶峰。尤其身上穿的是一件礼服，干什么都不方便。侍者已经离开，我紧绷着身子，想等他走远点再离开，连呼吸都放轻了，就怕吸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下一秒，被一个高大身躯悄无声息地从后背将我纳入怀里，感觉和气息都很熟悉，身体不自觉地放松了下来。我逃离了他的怀抱，转过身看向他，他似乎没有一点将要作为主角出席晚宴的觉悟，身上的白衬衫有一些褶皱，貌似熬夜工作又喝了点酒，介于要醉未醉之间，眼尾泛着红，脸上还泛起了淡淡的胡茬，憔悴却不狼狈。他似乎不满我的逃离，又重新抱了上来，这次抱得格外的紧，紧得我快喘不过气，没办法挣脱。感觉他低下身，把额头埋在我颈窝处，那淡淡的酒气似勾人的骨，随着他的一呼一吸传到我的鼻息。苏玉，你干嘛？我有些恼怒，并推了推他，不过没什么用，丝毫撼动不了他。他从喉间哼出一抹笑意，不叫我苏先生了。我沉默不语，他也不强求，依旧靠在我颈窝，安静的仿佛在休息。以前他疲惫的时候最喜欢这样，说这样可以给他充电，说温温是他的充电宝。我笑他以后会得颈椎病，这样低着身也不觉得累。温温，我们复合吧。我还沉浸在曾经的回忆里，他的话犹如惊雷，将我一把拉扯回到现实。如果你愿意的话，等会就作为我的女伴陪我一起出席，好吗？他声如温玉，暗含一点低沉在我耳边响起，循循善诱。我苦笑，那陈英呢？我记得他上个星期还在美容院让苏夫人给陈英安排。苏夫人安没安排我不知道，但是苏玉的意思到了，至少陈英是会来参加的。那么他以什么身份来出席呢？苏玉若是没有提出复合，那么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桥归桥，路归路。但他提出了复合，那么陈英是我们跨不过去的问题。所以他对陈英是个什么心思呢？我不是没感受到他听到这个名字一秒的僵硬，但我并不打算粉饰过去，乘胜追击。如果我不愿意，你是不是还有陈英做替补？宣布他的身份是你的女友，你的未婚妻。听到这句话，他松开了抱着我的手，站起来，有些居高临下的望着我，与刚刚截然不同的气质，就像是他沉淀4年后的清冷金贵。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句我最不愿意听到的回答。是的，竟然又用深邃的眸子望向我的眼睛，里面盛满了情，还有祈求。温温，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选择权一直在你那里。我不会一直等你，但你只需要向我走出一步就好，这是在逼我做出选择。他想告诉我，温纯，我并不是只有你一个选择。让人一眼看出的激将法，直白却有用。我提着碍事的裙摆后退，摇着头，忍住鼻尖的酸涩和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对不起，苏先生，我不愿意。我没看苏玉的神色是如何慌张，转身离开。一路上我都没想明白苏玉怎么会变成这样的陌生。抛开剧情命运，我记忆里的苏玉不是这样的，我爱的永远是他爱我时的真诚。如果他变了，那我宁缺毋滥。12往回走的时候，迎面撞上陈英，她今天打扮得格外用心，精致的妆容，嘴角含着甜蜜的笑意。她与我就是一个陌生人，我并没有和她周全的打算。尤其是此刻的我有些许狼狈。她似乎也看到了我，叫住了我：“温小姐，你怎么在这里？”语气中的熟人，仿佛女主人问一个客人，但她确实也快是女主人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她穿的礼服是某个高奢婚纱品牌。这让我想起以前拿着时装杂志靠在苏玉的怀里撒娇着告诉她：“亲爱的男朋友，以后我们结婚，你的新娘要穿这家品牌的婚纱，你要好好努力哦。”我自嘲一笑，从回忆里清醒过来。我刚刚迷路了，我撒了个谎。如果以后陈英注定成为苏玉妻子的话，不是我能得罪的，尤其是我们身份的尴尬，我也没必要说出我刚刚从苏玉休息的房间出来，免得她心里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以后付诸在我身上，是吗？
我正好也要从这里去找阿玉呢，她的气质依旧有点怯怯的感觉，或者就是苏夫人说的小家子气，但她急于求成，去模仿着千金贵妇的端庄得体，又要模仿我的一些小动作，反倒让人觉得有点怪异的不伦不类感。一个和你长相5、6分相似的人，学你的一些小动作，模仿你的穿衣风格和说话语气，让我觉得十分的别扭，不喜。他的眼里带着不信任，又暗戳戳地彰显自己和苏玉的关系，有点好笑。那陈小姐请便，我先走了。等等，温小姐，可以聊聊吗？寂静的一处阳台上，只有我和陈英2人。她咬着唇角犹豫了片刻。温小姐，你可不可以离开阿玉？我被她这莫名其妙的话给气笑了。陈小姐这话真有意思，你怎么就觉得我和苏玉在一起？她说这话似乎格外艰难。温小姐，我知道你是阿玉的初恋，我也知道她是因为我和你相似的外貌才认识我的。说来不怕你笑话，但是温小姐你知道吗？她的眼神又好似变得痴迷起来。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冥冥中觉得她就是我的。她带我见识我从来不敢设想的世界，把我妈妈送最好的医院，在阿姨面前护住我，这一点一滴的细节和举动，我就爱上了她。我想她也是爱上我了吧，不然她直接掏钱就好了，怎么会为我做这些事呢？他慢慢地带着我进入他的圈子，有时他的朋友问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他也从来不否认。他还带着我去见过苏阿姨。他一直带着甜蜜的笑容，说到这，他望向我，眼神有些得意。阿玉都没有带你去见过他妈妈吧？我知道阿姨一直不同意我，阿玉也不是很爱我，但长此以往，我们一定会相爱的，他笃定。虽然他最开始的目的是想要我替代你，但我想时间会冲淡一切，没有人会等另一个人这么久，他也在逐渐忘记你，你难道感受不到吗？可是为什么你要回来？他不满地看着我，像个原配见到了不敢得罪的小三。他不爱你了，他对你的只有执念和曾经相爱的滤镜。所以我求求你不要来破坏我的爱情好不好？说到这，他又哭着祈求我。他爱的人应该是我，如果你不出现，我会很顺利地成为他的女人，他的妻子，苏氏集团的女主人温小姐。你不该回来，不该出现在我和阿玉面前，打扰我们。我皱着眉听着他一字一句的指控，原来我还是打扰到了他们。喉间丝丝痒意，我轻咳了一声，开口仍是有些嘶哑。陈小姐放心吧，我会走的。既然你们相爱，我就不会打扰到你和苏先生。虽然之前对苏玉逼我选择的强势感到难过，但听到陈英如此直白的控诉我影响到了他们的爱情，心还是忍不住酸涩，像是破了一个洞，怎么样都感觉填不上了。但是我心里对自己说，温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说好了不稀罕呢，说好了不走恶毒女配的道路呢，明明前面4年你都熬过来了，不应该在这一步功亏一篑啊。就像他说的，苏玉再忘记我了，我应该彻底的放下他。这次回国就当做一场教训吧。和陈英的交谈没有多久，他得到我的答复后，就说自己是时候去找苏玉了。他说他们约好了，迟到了苏玉会生气的。他羞涩地攥着礼服裙摆。我的情绪有点不稳定，不知道是难过还是遗憾，只是觉得我和苏玉是真的结束了。我回到宴会厅，找了个借口和爸爸说要提前离开。走出门的那一瞬间，我回望，越过熙熙攘攘穿着华丽的贵宾，水晶灯折射的耀眼，苏玉已经一改之前憔悴的模样，站立在前头。声音冷漠低沉，头发一丝不苟地梳了上去，穿着笔挺的西装，面无表情地说着成立100周年的话语。我离开了，或许没有看见你对着众人说他是谁，没有看见你挽着他手迎四方来宾，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仁慈吧。13那场晚宴后的1周内，我都在家里闭门不出，只有自己知道是在独自疗伤。期间收到了很多电话，有苏夫人、周学长，甚至还有陈英的一通电话，我都没有接。我期望用1周的时间放下他，可是这很难。我也不强求自己，能够恢复回国前的状态就好。反正我又要出国了。我知道爸妈不想要我出国，但我和他们保证最多在国外待3年就回来。3年，剧情应该都已经结束了。临走前的几天，我叮嘱爸爸要尽可能的避免和苏氏合作或者和苏氏沾边，弄得他一头雾水。闺女，别看上次苏氏的晚宴邀请了你爸，但咱家还不够格和苏氏合作呢。再说，要真有这种机会，苏氏作为龙头产业和我们家合作呢，百利而无一害。我没办法和他解释这么多，总不能和他说人家不是来和你合作的，是来让你破产的吧。只简单说了下上次宴会回来后，有个懂风水的朋友告诉我，苏氏和我们家公司相冲，公司还有8字可算的。他惊讶。总而言之，就是别去沾边，晦气。晦气。我点头，格外的真诚。行，爸爸听你的。出国的日子选在了周日，谁也没有通知，只有爸爸妈妈知道。不同于4年前的匆匆离开，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出国的东西，可装来装去依旧只有1个行李箱。我在国内的东西不多，在国外的东西也不多，两边都像是暂居的旅人。我想等3年后回国，就可以完全的定居下来了吧。那个时候我一定要是个无爱一身轻的人。机场依旧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爸爸妈妈执意要送我，但伤筋动骨100天，我叫他们别折腾了，也不是很远，就1-2个小时的车程。我坐在候机室，等待着广播通知排队登机。外面的小雨转暴雨，衬得心情有些不美妙。虽然这次回国没多久，但走的时候还是有些离别的愁绪。广播声响起，我从座位上起身。温纯，身后响起苏玉的声音。我准备回头去看的时候，他就已经冲到我眼前，大手用力地按着行李箱的金属杆，不让它挪动分毫。你又要走？
这次又是几年，他近乎狼狈，脸色苍白，眼里赤红，布满血丝，身上已经被雨淋得湿透，穿的也不是西装，像是居家服，头发都还在滴着雨水。看到他的出现，我有些惊讶，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没有回答我，有些不受控的尾音都带着颤抖地问我为什么要走，眼下蓄着水润，我不清楚是发丝滴落在他眼里的雨水，还是他忍得眼眶通红的泪水。他似乎察觉他的语气带着些许质问，想靠近触碰，我又强忍着收回了手，祈求示弱般的哄着我不走好不好？我不能没有你，真的不能，我再也等不了你这么多年了。如果你要走，就把我带上。说完这句话，他再也忍不住，伸出手搂住我，另一只手仍死死地按住行李箱，仿佛这样我就走不了一样。我从怔愣中清醒，从他怀里挣脱，这次很轻松，展露出一点点抗拒的意思，他就匆忙松开。我不看他脸上的委屈和无措。苏先生不和你女朋友恩恩爱爱缠缠绵绵，来机场堵我干嘛？我面无表情地推开他，让开点，我要登机了。我试着推动行李箱，他死死按着，用力到指尖泛白，不肯挪动分毫，像个木头一样沉默。苏雨，你到底想干嘛？我看向他，有点生气了。我和他没有关系，一点都没有。他一个字一个字说得格外清楚，眼睛里的认真烫得我移开了视线。不信，我言简意赅。他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温温，真的，我没有骗你，我给你看我们签的合同。那天我也只是想用它刺激你答应我，可我后悔了。详细的我一点一点毫无保留地和你说，你愿意听吗？他急忙掏出手机里保存的合同，另一只手按住行李箱，可是他本就浑身湿透，手机上沾满了雨水。下一瞬，手机从手里脱出，摔在地面，向远处滑出了几步远。我看着他脸上的血色，随着这一摔都苍白了一瞬，怪楚楚可怜的。我慢慢踱步过去，捡起地上已经熄屏的黑色手机，递给他，走了。他握住我的手，落寞地垂下了头，整个人散发着低沉的气息，像是被人抛弃的1.85米小幼崽。还是要走，下暴雨，航班都取消了，不走留在这过夜。那我能不能跟？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温温，你刚才说什么？刹那间仿佛注入了生机，眼神都亮了。我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走不走啊？不走我走了。我没管他，一个人走在前面。他拖着我的行李箱几步追上来，想要牵住我的手，被我甩开后也不恼，又牵了上来。真的挺黏糊的。14苏玉叫他助理开车后在机场外，现在太晚了，我就没有计划直接回家，到时候还要和爸妈解释，干脆选择在酒店将就一晚。某人也要贴上来，直接赖在我房间不走了，一直找着各种理由拖延时间。这种招数和4年前一样，没有任何长进。不过我长进了，更何况我还没有看证据，也没有原谅他，顶多就是看他可怜，愿意给他个机会，听他解释。你还不走吗？我抱着胸，看着身心透露出心情很好的苏玉。温温，我再帮你检查检查安全设施。我深吸了一口气，苏氏旗下的5星级酒店安不安全，你这个总裁会不知道吗？他看上去有些憔悴，却很有精神。不过大起大落我挺累的了。我走过去，踮起脚尖捧住他的脸，用最温柔的表情威胁道：你不是想证明自己和陈英没那种关系吗？你现在浑身都还是湿湿的，先回去好好洗个热水澡睡一觉。要是明天你感冒发烧了，我等不到你，我就走了哦。又补充了一句，变丑了我也不喜欢了。他用他修长的手覆盖住我捧着他脸的手。好，我先去休息。但是温温，明天就算我烧到40度，我也会来的，不准走。我敷衍地点了点头。他1步3回头。入睡前还在纠结怎样告诉爸妈这件事情，以及要不要和苏玉复合，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可没有预料到，某人早就计划好了，根本不给一丝反悔的机会。看着一早就站在房间门口笑得温润如玉的男人，要不是他换了衣服，我怀疑他昨天晚上就一直等在这里了。怎么这么早啊？今天天气很不错，有朝阳，我其实想出去走走透透气。温温睡好了吗？熟稔地上前来牵住我的手，他穿的也是休闲服，没有西装那么有距离感。我要向我女朋友证明我的清白，自然得早点准备，真是不要脸。我瞪着她，谁是你女朋友啊？她似乎知道我的弱点，故技重施，失落的低下眉眼，漆黑的眸子被长睫毛遮住。好吧，还不是女朋友。那未来女友？反正当初有个人分手都没说，就直接一走了之，我也没同意，也不知道还算不算女朋友。她故意在旁边说着，真是会挑事说的我都有点愧疚了。我轻哼一声，看你表现，出去透透气是不太可能了。苏玉叫服务员送上一份我喜欢的早餐，看我吃过后，从隔壁房间拿出一份合同，我才知道原来他昨晚就睡在我隔壁房间。这是我和他签订的合同，以500万的佣金加上苏氏集团旗下医院为其母亲免费治疗的条件，要求他扮演我的女友。但是温温，我连他手都没有牵过。苏玉委屈地看了我一眼，我微笑，不信。朝着他眨眨眼，某个苏姓男子有一天话里话外可是透露出我不是唯一的选择呢，还透露出我不愿意，他立马就有另一个替补。其实我是信的，但就是想虐虐他。苏玉的耳廓红了，他害羞紧张的时候都会红耳朵，有些着急忙慌的解释，是周琦预支的招。周学长也参与了？为什么呀？我不解。他似乎做了一番心理建设，才看向我，犹豫着说出口。他说男要自持身份，这样才会被女人珍惜。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我转移话题，又有些无语。所以你找陈英是为了什么？刺激我。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但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要离开。或许是我妈说的话刺激到你了，又或许我对你本就是可有可无的。
他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沉默了一瞬。他用幽怨的眼神看向我，我想让你回来，我尴尬地撇过头。所以你花钱雇陈英，借着他长得和我像，假装对他移情别恋，装作至死不渝、死心塌地、非他不娶的模样来刺激苏夫人，让苏夫人心甘情愿地叫我回国。他摇了摇头，不是，我只是带他去我妈和周围人那里刷了一下存在感，跟他说我年纪不小了，有意向快速结个婚，是我妈太紧张了。但这也是我的计划。至死不渝、死心塌地、非他不娶的人，是你温纯，心脏跳动的频率有点大。可我向来要面子，装作不信任，我才不信。人家陈小姐可是和我说，要我不要打扰你们的爱情，说你们迟早会相爱的。回想起那天的事情，难过涌上心头，我才不破坏你们的爱情呢。我在国外又不是没有追求者。苏玉不知道有这件事，皱着眉，漆黑的瞳孔微沉。抱歉，温温，不知道这件事。你回国后，我就决定终止合同。那天晚宴开始之前，我就和他说了。至于你的国外追求者，有我在，你别想了。这句话难得强势。苏玉的解释我还是很满意的，但我并没有答应他的复合，哪有那么容易？实无我没有想到，在求复合的这条道路上，苏玉遇到的最大 boss 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爸妈。在苏玉3个月接近满分的男友表现下，我同意带他去见我爸妈。他的紧张愉悦的情绪从心底散发出来，这表明我是同意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大厅沙发上，苏玉正襟危坐，穿得极其得体，比上次晚宴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宽大的茶几和旁边的空地上摆满了礼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下聘的。爸爸完全没有之前的欣赏和激动，黑着脸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捧着杯菊花茶浅喝，眼睛时不时在我们两人之间乱瞟，忍了忍，还是憋不住哼出一句，是挺晦气的。我一阵心虚，眼神示意他别乱说话。苏玉不懂什么意思，求助地看向我，我安慰地握住他的手，让他不用紧张，然后好好接受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还是这么天真，我怎么会轻易地答应他见父母？上次我爸妈可是在医院亲眼看见他和陈英站在一起，这不得联想些什么？也不知道平时是怎么叱咤商圈的。纯纯，你先上楼，你不出国了就继续在家休息几天，在家陪陪妈妈，没事就不要出去了，听妈妈话的。我临走前鼓励地看了苏玉一眼，她看见我被支走，眼神里瞬间透露出弱小无助。果然没过1个小时，苏玉发来消息，温温小姐，未来岳父岳母不喜欢我，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怎么办？如何讨得他们欢心？不出所料，看得出来爸妈很给力了。我躺在床上勾起唇，肆无忌惮地在背地里嘲笑他半分钟，然后收敛情绪，故作难过，给他发了条语音，宝贝，那怎么办？要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只能……苏玉紧跟着一条消息，你想都别想。看着他有些气急败坏的语气，我又窝在床上呵呵的乐。纯纯，你出来一下，妈妈有事和你聊。糟了，乐极生悲。我回到客厅，苏玉已经没看见人了，可能被赶走了。我在他坐过的位置坐下，接受对面2人的审讯。纯纯，你诚实的和妈妈说，你是不是看上苏氏集团的财富和地位了？我还没来及回答，爸爸又插上一句，还有那天医院里他旁边那个女生，闺女，你跟爸爸说，是不是？纯纯，你听妈妈说，你还年轻容易，被这些浮华浮躁的东西迷了眼。姨妈妈看那个苏氏的总裁，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上次在医院，他看你比他旁边的那个女生好，就抛弃了她，找上你。这种男人见一个爱一个，始乱终弃，不行的。随即又迁怒在爸爸身上，温思维，都是你。好好的去打什么招呼？现在女儿被外面的人迷了眼，你就高兴了吧？爸爸也一脸悔恨，没想到啊，完全插不上一句话的我有些无奈。看着苏玉被爸妈已经诋毁、猜忌得像个阴险狡诈的腹黑社会败类，我还是冒着惨痛的后果，把当年的事情和他们全盘托出。客厅寂静了半晌，我们3个人小眼瞪大眼。所以是你始乱终弃了小苏？怎么突然又叫小苏了？我委屈唧唧，妈妈，我那个时候也受了刺激嘛。那钱我也不是真要，出国1年后就还回去了，真实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出。我温纯真是个背锅侠。那这个小苏人还挺好，挺执着，挺可怜的。我妈立刻变换口风，越想越觉得苏人不错，也不知道刚刚谁诋毁的最狠。我可不觉得他雇那个女生刺激他妈的招数有点冒进了，就不能自己去国外把纯纯哄回来吗？爸爸坚守自己的战线，也不知道今天之前是谁对苏玉发自内心的欣赏，恨不得拉回来认个儿子。妈妈瞪了眼撅着性子的老爸，也不看看人家被你女儿伤成什么样子了。站在公正角度，能够等纯纯4年，还想办法让她回来，已经是用情至深了。爸爸依旧不理，板着脸坐在沙发上。妈妈也不管他，纯纯啊，今天有点招待不周，明天看小苏有没有时间，叫他来吃顿晚饭。16因为我的这番解释，苏玉在我妈这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他在长辈面前彬彬有礼、温润如玉的气质，让我妈坚信他是个好男人，甚至还告诫我不要再欺负他，让我好自为之。某人也获得了自由出入我家的权利，一下班就来接我出去约会，或者在我家蹭饭，每次都会满怀心意地挑几件礼物送上，刷足了存在感。观察我们一段时间后，我爸也对他的看法有所改观，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正当某人心想事成、春风得意的时候，我接到我前男友要来国内的消息。安塞尔妈妈是中国人，这次他是陪他妈妈回国一趟。他询问我，他和他母亲很多年都没有回到国内，问我能否接机，顺便推荐一下著名景点。这对我当然不是问题，只是苏玉这个醋坛子是个问题。
纠结了一会，还是和正在开车的苏玉说了，作为情侣互相真诚是最重要的。当年是受剧情影响，但不受剧情控制。以后我希望能和苏玉坦诚相待。和我想象中的有些差距，苏玉并没有生气或者吃醋，她认真地开着车。他什么时候下飞机？我回答，明天下午。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他说，温温，我很高兴你愿意告诉我这些。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着他脸上的笑意，我心中有一些酸涩。当年的事情给他造成太大阴影了，所以现在和他说这种事情，他都觉得满足。我凑上前，在他脸颊亲吻了一下，他猝不及防，只能腾出一只手和我相握。温温，别闹，乖乖坐着，我还在开车，好吗？我挣脱他握着我的手，心里哼哼，平时也不知道是谁闹谁。转头看向窗外的景色，好像不是回家的路。苏玉，你要带我去哪里呀？他转头看了我一眼，黑压的眸子里神秘莫测。你等会就知道了。车子驶过我们曾经的大学，然后停在我们曾经同居的小区。小区两旁梧桐树已经有了些许枯黄的落叶掉落在道路上，夕阳透过树叶之间的缝隙洒落下来。零星几个路人经过，有些温馨，有些孤寂，有些烟火气，容易诱人陷入回忆。他越过来帮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下车吧。温温小姐，我牵着她的手下了车，迷茫，怎么会带我来这儿？她没有回答，与我十指紧扣，然后一起去了我们曾经爱的小巢。苏玉打开门，我先走了进去。房子里和4年前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惊讶的一点一点、一寸一寸看过去，忍不住泪水。我挑选的原木小餐桌，我总喜欢把苏玉送我的花插在上面摆放的玻璃花瓶里。沙发上是我和苏玉一起挑选的抱枕，冷淡风和可爱玩偶摆在一起，有些别样的视觉挑战。窗台上养的吊兰和多肉依旧生机勃勃，衣柜里苏玉大学时代的白衬衫和我的裙子交织摆放，床上依旧是我专权独断选的粉色被子。每次看着苏玉高高大大的个子躺在粉色被窝下，我就会调笑她好乖，看着她从最开始捂在被子下羞耻的满脸通红到最后的泰然处置。书房里我的言情小说摆放在她书柜最容易拿取的地方，上下层就是她那些晦涩难懂的书，还有散布在各个角落的相框和布满一小块墙壁的照片。我亲吻她的，她亲吻我的，牵手的，靠在她怀里的，我生气的，我开心的，我哭泣的，第一次去滑雪的，还有烟花下 kiss 的。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回到我的身边，所以这里的东西我都好好保存。我怕你回来会问我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把这里买了下来，有时候觉得很难熬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住一段时间，闻着被子上你的气息，看着你喜欢的装饰，总感觉那你还在身边。可是打扫了几次后，感觉你的气息越来越少，好在你回来了。所以这次我想留住你一辈子。我看向苏玉，她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戒指盒。我计划过很多次求婚的场景，有在游乐场，或者在家人朋友的见证下，甚至刚刚还想要不要在机场当着你的前男友给你求婚。最后还是迫不及待地选择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房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这里格外合适。温纯，我自认自己一向冷静克制，但我没有想到一见钟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从初见你时惊鸿一瞥到怦然心动，我想应该不超过半分钟。对你的沉沦不明所以，却欢愉到了极致，所以你的离开也让我痛苦到了极致。我想把你从心里赶走，你的一切却扎根得越深，我只好放弃清醒，越陷越深。8年了，我像个无药可救的赌徒，把自己的一切都压注在你身上。所以温纯，你愿意给你赌徒一次赢的机会吗？他看向我的眼睛，没有逼迫，只有深爱。我感觉自己已经感动的眼睛都红彤彤的了，伸出手调侃，行吧，看在你爱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今天就给你一个名分吧。他颤抖着手给我戴上了钻戒，我主动吻上了他。间隙里，他捧着我的脸，阴哑着说道：“明天就去领证。17，我看昨天苏玉对接机这件事云淡风轻，以为他是真的不在意，结果从民政局出来后，他除了开车就没有把手里2本红本本放下过，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俩领了证。苏玉，你收敛点，我已经和安塞尔说了我们的事情，他只是对这里不熟悉，叫我来当下向导。”苏玉正经点头，好的，老婆，我还没适应这个称呼，害羞的撇过头，感叹岁月，4年前的苏玉多么单纯羞涩呀，现在老油条罢了。自我消化好后看苏玉，依旧是红本不离手。得了，干脆贴身上吧。Selina， 安塞尔从出口走出，朝我招手，他旁边还有一个美丽的妇人。他叫我的瞬间，苏玉搂紧了环着我腰的手，确定对方看到他身上的唯一的红彩，将本子小心地收回口袋，伸出手，你好，我是温温的丈夫苏玉。你好，我是 Selina 4年的朋友。安塞尔回我，他的中文很好，交流没问题。我们陪着安塞尔和他的妈妈去了酒店，顺便吃了顿晚饭。他的妈妈和蔼健谈，与我有很多共同话题，我们聊了很多。他在国外生活了10几年，才回国少些含蓄，挽着我的手，笑盈盈地说应该早一点认识我的。告别他们，送我回家的路上，苏玉莫名的沉默。车子停在门口，他探身帮我解开安全带，收身的时候还不忘在我脸颊亲上一口。我先回家了，你到家后少喝点咖啡，不准抽烟。拜拜。我做事开车门下车。没什么想对我说的。我问他，领证快乐，老婆。等我把你娶回家，下车注意安全，睡觉之前同意我和你的视频。行吧，我装模作样点点头。哦，对了，我的本本呢？我朝他摊手，放在我这，我帮你保管。他说的有些紧张。
我叹气，不忍心逗他了，朝他那边靠，搂住他的脖子，脸贴着脸。苏玉，怎么了吗？他把我揽过来，贴在我的肩窝。温温，分别4年，我不在你的身边，有点遗憾，还有一些嫉妒。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情，我看你和安塞尔的母亲相聊甚欢，觉得不能给你完美的一切。他自嘲地笑了笑。可是我们有一辈子啊！我扳正他颓废的脑袋，看着他的眼睛。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但是爱是我们2个人的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靠婚姻维系，是有了爱情才有的婚姻，懂了吗？苏玉先生，我松开捧着他的手，从他身上逃离。哼，你要是还不懂的话，咱们明天就拿着证去离了吧，及时止损。不行，我不同意。他沉着眸子里面都是压抑晦暗。温温，别这样，不要说这种话。他看向我。那好吧，那我希望我的老公不要这么自卑了，他在我心里可是超棒的，他可是爱了我8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珍贵呢？在爱我这件事上，他应该是最自信的人。好，他有些哽咽，笑着凑过来吻了吻我，也希望我老婆永远在我身边。18距离婚礼举行还有3天，我妈说我应该是最清闲的新娘了，因为苏玉一个人就把备婚的大部分事项包揽了，积极的不像个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人。在家等着试穿苏玉为我准备的定制婚纱时，意想不到的见到了陈英。他作为这家婚纱品牌公司的助手来帮忙运送婚纱，他也很惊讶看见了我，眼神似怨似恨。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他出现在我眼前，我都快忘记有他这个人了。苏玉给我的证据合同很充足，这件事也逐渐明了，单纯就只是个雇佣关系。苏玉和我说，宴会那天他就让人把佣金转到陈英账上，他妈妈现在依旧在苏氏旗下的私人医院享受免费治疗。而且在我出国的4年里，苏玉和陈英也并不像那本书里写的那么暧昧，只是女主依旧是爱上了男主。定制的婚纱裙摆很大奢华且厚重，而且不止一套，需要有助手帮忙。原本是运送婚纱的女主管来协助的，陈英自告奋勇说来帮我。主管看我没有说话，就同意让陈英留在房间。提个裙子拉了拉链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温纯，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好了要离开的，说好了不来打扰我们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陈英扭曲着脸厉声质问我。我很平静，只觉得他现在陷入了自己给自己打造的幻想里，现实不是幻想，所以他很癫狂。我出声，是的，我答应了你。那你为什么还不滚？为什么还要和阿玉结婚？你什么都有了，家境、学历、外貌，可为什么连这一点都要抢我的？和他结婚的应该是我，我非常无语。抢，真有意思。陈小姐，我说过不会打扰你们，前提是你们相爱。可是，你确定他爱你吗？你确定他爱你吗？这句话好像苏夫人说过，在美容院我离开的时候。现在想想，难道苏夫人一直知道苏玉不爱陈英？那为什么她还要叫我回来？可我没有时间细想。陈英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顿了1秒，随即更加疯狂。我们迟早会相爱的。他指着我，都是你的出现，我们才没有机会。温纯，你怎么不去死？听到他诅咒的话，我不适地皱了皱眉，怕他一时不理智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打电话叫了妈妈他们过来。陈小姐，我离开了4年，如果你们有相爱的迹象的话，苏玉不会这么果断地和我结婚。陈小姐，相爱不过是你自己的臆想而已。不可能，他不相信。你之前说苏玉对你的呵护和帮助不过是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条例，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你有时间还是去看看脑子吧。似乎我这句话刺激到了他，他怒视我，恨不得用眼神把我撕碎。好在房间里没什么锐气，不会伤害到我。但他下一秒疯狂地上来撕扯他面前的一件婚纱，婚纱外层的珍珠钻石随着外力掉落，上面的手工蕾丝也都毁了。他的疯狂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一群人打开门进来，我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陈英的后果我不知道，毕竟他是那个婚纱品牌的小助理，私自撕毁送去 VIP 顾客家的婚纱，最少也得解雇赔偿。我没有告诉苏玉，他最近很迷信，但我猜他应该知道了。19婚礼的那天是晴天，虽然是秋季，可黄昏很美。婚姻者何谓也？婚时行礼，故谓之婚也，也寓意着相伴到暮年。我要求婚礼不要太过盛大，但布置的依旧奢华。在草坪上，黄昏下，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我牵着爸爸的手，缓缓朝前方红了眼眶的男人走去，两旁点燃了璀璨耀眼的焰火。爸爸把我的手递给他，他紧紧握着，在烟花下，我们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